我的驸马摔到了脑子，醒来以后就开始胡言乱语，没过几天还嚷嚷着要纳妾。在这里，男人三妻四妾不是寻常事吗？为何我纳妾还需经过你同意？我有些无语，试图跟他讲道理，因为本宫是公主。公主怎么了？你一个庶出的公主，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笑了，你既然不想这么说话，那便跪下说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公主，封号华阳。原因无他，我有10几个兄弟，外加6、7个姐妹，父皇放在我身上的注意力并不多。我母妃去世的早，我在后宫吃百家饭长大。这个娘娘宫里住2天，然后就换那个娘娘宫里再住2天。但正因如此，我与一众兄弟姐妹处的都很不错。我成年后该有的封号俸禄一样不少，父皇还顺手给我挑了个驸马。驸马人长得不错，是李侍郎的次子李孝廉。我没什么意见，因为我的意见并不重要。所幸驸马是个老实人，婚后也听话懂事，我在公主府住的还算舒心圆满。但前几天，我的驸马跟几个姐姐的驸马出门打猎，不小心摔了脑子。我怀疑是我的几个姐姐想给我换个驸马，但我没有证据。还好，李驸马没摔死，就是醒来以后变得不太正常。他没事就开始胡言乱语，说些我听不懂的话。我居然真的来到了古代，还娶了公主，这不妥妥的人生赢家吗？这次看我如何走上人生巅峰。我听了几耳朵，觉得在摔死与摔傻之间，似乎还是直接摔死好一点。我将他养在了后院，毕竟他出去胡言乱语是会连累我的。但他今天居然拉着一个婢女跑到了我面前，说要纳她为妾。我朝驸马纳妾不是不行，但须得公主首肯才行。而且一般的驸马都不敢提这种要求，因为大姐姐的驸马提完纳妾以后，第2天因为左脚先踏出房门冒犯了大姐姐，被杖责30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各位姐夫就算有什么红颜知己都藏着掖着，生怕惹了几个姐姐不高兴。我是姐妹里性子最好的，几个姐姐都说我菩萨心肠，但我是性子好，不是没性子。她如此义正言辞，面色高傲，让我有些怀疑她到底是来请求我的，还是来通知我的。我的面色不太好，我的女官红珠已经替我开口了。驸马，您纳妾需要公主首肯才行，您如此作为已算犯上不敬。李孝廉却一改从前温和恭敬的神色。在这里，男人3妻4妾不是寻常事吗？为何我纳妾还需经过你同意？我有些无语，试图跟他讲道理，因为本宫是公主。公主怎么了？你一个庶出的公主，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笑了，我们公主只分有封号没封号，受宠不受宠，还没听说过分嫡庶的。我堂堂正一品公主，跟你一个从5品的驸马都尉，还不能这么说话了？你既然不想这么说话，那便跪下说吧。我话音刚落，一旁的侍从直接就将李孝廉按在了地上。他拉着的婢女跪在一边，冲着我不住的磕头：公主饶命，公主饶命。驸马只是一时兴起，奴婢与驸马并无关系啊。我面色稍霁，这才是对本宫该有的态度。我让人将李孝廉拉出去时，他口中还念念有词：不对呀，这怎么跟我之前看的电视剧不一样呀？我将李孝廉关了禁闭，对外宣称驸马染了病，需要静养。其实我不同意是为了他好，毕竟他今天纳妾，我敢保证最迟不过后天，他就会横尸街头。虽然现在的他已经很危险了。上巳节前，我的二姐给我下了帖子，说她3月初3当日要在公主府设宴，请我们几个妹妹小聚，还让我们几个带上驸马。二姐是个暴脾气，不能不给她面子。但我又怕李孝廉出去胡言乱语，只能提前将人叫了过来。李孝廉被关这些日子，我一直找人教他规矩，不过月余，他整个人肉眼可见的颓废了。但好在看见我会行礼了。驸马不必多礼，上巳节本宫要带你赴宴，还望驸马在宴席上谨守本分。李孝廉看了我一眼，似乎马上就要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，但还是及时咽了下去。是，看他乖顺，我放心了不少，让人给他炖了些补气血的药膳。毕竟李孝廉的皮囊不差，我自然不能让他如此双目无神的出门。上巳节这日，我一早就带着李孝廉出门了。他坐在马车上，朝着外头看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他们怎么能穿这么轻薄的纱裙，还露出肩膀脖子？你们古人不是应该裹得很严实吗？我蹙了蹙眉，有些无奈地看他一眼。驸马，甚严。他放下了帘子，识相地闭上了嘴。很快到了地方，李孝廉先我一步下车，然后温柔地扶我下车。不错，这规矩学得很快，很像样。我在团扇后勾起一个羞涩的笑容，任谁看了都得道我与驸马郎情妾意。不过一道锐利视线却让我觉得如芒在背，我悄悄侧头，便看见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马车。我淡然地挪开了视线，二姐也请了他。我心头微动，凑到李孝廉耳边，用团扇遮住半边脸颊。今日人多，驸马当谨言慎行才是。我话中威胁意味十足，李孝廉却有些不自然地红了耳眶。是。哟，瞧瞧，我们华阳怎么在大门口跟驸马旁若无人的亲热上了？我收了团扇，朝着面前盛装的女子行了个礼。二姐惯会取笑的。二姐刚想跟我说话，目光却绕到了我的身后，脸上瞬间迸发出一个绚烂的笑容。崔公子今日来得这么早呀？我转头与崔琰的目光遥遥相撞。崔琰，清河崔，是年轻一代最负盛名的公子，我二姐的心头宝，亦是我心中求不得之人。公主喜欢这个崔公子。李孝廉的耳语让我回神，我淡淡笑道：崔氏郎君是京都所有姑娘的春闺梦里人。是吗？长得是很不错，不过我觉得不如我。公主，他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们看？不必管他，入席吧。我拉着李孝廉坐下，就听到一旁的两个姐姐在谈崔琰和二姐。到底是二姐能耐，能请动崔琰前来，可不是吗？人家是太子的同胞妹妹，哪是你我可比的？也就是他吧，敢跟父皇说要崔琰做驸马，你我可敢开这个口？就是崔琰说他心悦于我，我都不敢在父皇面前请假世家子。我恍若未闻，自顾自斟了一杯酒，又顺手给李孝廉倒了一杯。崔公子来了，二姐估计今日没什么心思招待我们了。李孝廉的眼神一直打量四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这便是公主宴饮吗？真是穷奢极欲。我拧了一把他的大腿，你安生些，小心被旁人听了去。李孝廉正色几分，看着我眼中有些许探究，然后悄悄凑在我耳边，宫廷玉液酒。我甚是无语地用团扇给了他一下。驸马，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，我最后劝你一遍，谨言慎行，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李孝廉面上狐疑，但还是闭上了嘴。一个侍女这个时候过来跟我斟酒，却不小心将酒水洒在了我的外袍上。殿下赎罪，奴婢不是有意的。奴婢陪您去换身外袍吧。他刻意的不能再刻意，但我还是勾起一个笑容，点了点头。随后用眼神示意李孝廉不要乱走，起身跟着那个侍女走了。侍女带我来到一个假山后，停住了脚步，我也止了步子，听着假山后头传来的对话声。崔郎，你可是生气了？如此娇嗔的声音，很难想象是出自我那个跋扈的二姐。二殿下说过，李孝廉必死无疑。崔琰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淡。按理说应该是这样的，我那日将人给华阳送去的时候，明明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。崔郎，别生气了，下一次我一定办好。二殿下觉得还有下手之机吗？下山失足，游湖落水，总之出意外的法子多了去了。那眼静候公主佳音了。假山后头的人走了，是我也听全了。走吧，现如今可否带本宫去换衣服了？侍女面不改色，殿下请。侍女将我引到了一间屋子前，就退了出去。我坦然进门，拿下架子上备好的外袍换上。我正系着衣带，就被圈进了一个温热的怀中。殿下，我好想你。我手上的动作未停，系好衣带后才挣开他的怀抱。崔公子想我？崔公子是想给我换个驸马吧？崔琰笑了笑，伸手掬起我的一缕头发，语气暧昧，眼心仪殿下良久，日思夜想，寤寐思服。我看着面前的好颜色，伸手抽回头发。崔琰，你知道的，就算我死了驸马，下一个也一定不是你。我没再理会他，自顾自回到了宴席上。我二姐已经高坐上手，身边还跟着一个酷似崔琰的男子，端茶送水，十分殷勤。二姐遥遥看向我，华阳，你的后院最是单调，
姐姐新得的妙人送你可好？李笑莲闻言一脸震惊地看向我，她没张嘴，但是我看懂了她的意思。你们公主居然玩得这么花吗？我没忍住笑了一声，二姐客气了，华阳没有这般好福气。二姐满意的笑了，崔妍喜欢我可以，但我绝不能肖想崔妍。我这些姐妹兄弟的性子，我很早就一清二楚了。李笑莲喝得不少，我怕她醉了胡说八道，就起身告辞。几位姐姐，驸马不胜酒力，我先带他回去了。华阳真是最乖巧不过了，与驸马夫妻和顺真是难得。是呀是呀，我们华阳从小就是最贴心的。几个姐姐开口夸我，我只笑笑，并不言语。崔妍一瞬不瞬地盯着我，我只当看不见，亲昵地揽着李笑莲离开了。我回府以后，我的心腹女官红珠服侍我洗漱。殿下，您可是几位公主里性子最好的人了。二公主当着众人的面打趣您，你也不恼。红珠，二姐可不是打趣我，她是真想送人给我解闷，你不必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。我话音刚落，门口就传来了一阵嘈杂声，都给我滚开！公主是我的妻子，我回妻子房间睡觉有什么不行？我坐在床边，看着李笑莲喝得烂醉的闯进来，我抬了抬手，屋子里的人大气都不敢喘，只有李笑莲看着我，眼神闪烁着我看不懂的光芒。我挑了挑眉，驸马何事？他那清澈的眼眸转了转，然后十分肯定地开口，来和公主安寝。驸马与公主向来不住在一处，当然关系好的除外。一般公主若有需要，会派人召见驸马，但驸马若闯进公主屋中，那便是犯上不敬。我的手轻轻扣了扣案几，然后淡淡吩咐道：驸马醉了，红珠带驸马去醒酒。是，殿下。我依在窗边看书，听着池塘里传来呼救之声，勾起了唇角。我的确是个最好性的公主了，不养面首，不问政务，跟其他姐妹比，真的算是一朵柔弱的小白花了。因为我得活着呀，得在这个吃人的时代努力的活着。红珠，找个人叫驸马服水。是。那夜李笑莲感染了风寒，休养了半个月，而后又被迫学了3个月符水，终于在6月盛暑天前完成了学业。如今他不闯进来了，安安生生在外头候着，得了我的首肯才进来。行了礼，他却欲言又止地站在那。我淡定地翻了一下手中的书，会意地开口：本宫与驸马有话要说，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周围的侍从都退了出去，还贴心地关上了门。门刚关上，李笑莲就直接坐在了我榻边的脚踏上。公主，你就直说吧，你是不是我老乡？我头都没抬，继续翻书。驸马在说什么？本宫听不懂。李笑莲有些郁闷，不是吗？不应该呀。我叹了口气，放下了书。驸马可曾听过一个故事？李笑莲一脸无知，什么故事？一尾白鱼不小心进了一个满是红鱼的池子，你说会发生什么？李笑莲想了想，物以稀为贵，那白鱼肯定会更值钱些。我笑了笑，驸马说的对，可你站错了角度想问题，你应该想，你若是那尾白鱼，该如何活下去？李笑莲低头沉思不语。我满意的拿起书，驸马不知，那本宫来教你，将自己的鱼尾咬破，染红鳞片，或许才可以融入进新的池塘。李笑莲皱着眉看我，可如此也只是苟活而已，血流干时，白鱼还是活不了呀。我闭了闭眼，心中漫上难言的酸涩。母妃，原来如此呀。我缓缓呼出一口气，然后睁开眼，从一旁拿出了一个平安符递给他。这是本宫去护国寺给驸马求的护身符，驸马带上吧。大师说了，驸马今年与高处犯冲，不易登高。李笑莲接了过去，嘴里嘟囔了句封建迷信。他刚把护身符收在怀里，就突然反应过来，前几天那个二公主的驸马的确约我爬山来着，我凑，这玩意这么准吗？他双手合十，开始念叨：对不起对不起，还是得心怀敬畏，我这就去婉拒了去。李笑莲起身欲走，不过走到门口又转头冲我说了一句：殿下，白鱼会努力活着的。门外艳阳高照，他就一脸笑意地走进了光里。可我脸上并无笑意，因为他不知道白鱼注定是要死的。傻子。7月13，临近中元节，暑热难耐。驸马去哪了？红珠摇着扇子回我：回公主，
几位驸马今日去游湖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游湖好呀，游湖死不了。当日夜里，李孝廉被抬了回来，说是不小心失足落水。我赶去瞧他时，他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，但郎中说他性命无虞。我摆了摆手，让众人都退了下去，然后坐到了他的床边。房门甫一关上，他就拉住了我的手腕，公主有人要杀我。他眼神澄澈，生龙活虎，哪有刚才病弱的样子，瞧来也没傻透。我用扇柄点了点他攥着我的手，驸马，放手。李孝廉回神，松开了我，看着我淡然的神色，语气中有几分不可置信。你都知道？怪不得你让我学游泳。你知道是谁要杀我？我扇了扇手中的扇子，驸马，本宫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李孝廉却不管这些，不是，有人要杀我，你是公主，你不管吗？这些日子我都学明白了，这个朝代公主爵位与亲王等同，你基本上可以在京城横着走。我瞧着眼前单纯的眉眼，叹了口气，那驸马可知，如今京中有封号的亲王和公主有多少个？得圣上喜爱的又有多少个？每日被言官参奏的有多少？隔几日暴毙家中的又有多少？这里是京都，每隔3步就有一个勋爵世家，死了个驸马有什么要紧？就算死个公主也不是什么大事。这可是吃人的时代呀！我看着李孝廉呆愣的目光，淡然的起身，驸马受了惊吓，这些日子还是好好在这养着吧，不要随便出门了。不出门，兴许还能多活几天。我刚走出房门，就听到李孝廉的询问，上次忘了问了，殿下是红鱼还是白鱼呀？我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回了卧房。屋外蝉声鼎沸，吵得人烦躁。我从床上坐起，扬声吩咐：红珠，驸马受惊，明日本宫要去护国寺为驸马祈福。是。殿下可要一切从简？不，满服仪仗出行。是。第二日，我高调地出现在护国寺，京城无人不知，京中百姓交口称赞我与驸马夫妻和顺恩爱。我跪在佛前，虔诚下拜，檀香袅袅，不知可否将我的心愿上呈佛祖？殿下在求什么？一道熟悉的嗓音在我身后响起，我睁开眼，看着眼前庄严的佛像，没有说话。崔琰没再说话，跪在我身旁，俯身下拜。他动作十分认真，半颗的眼眸，睫毛微颤，让我有些恍神，恍惚想起那年桃树下的少年。年少时，父皇选了一批伴读入宫，谁都没有想过，那一批少年中竟会有世家子。几位兄长一如既往的跋扈嚣张，肆意取笑几个伴读，几个姐姐也常在一旁拿他们取乐不休。那一日，太子以崔琰犯上不敬为由，要将他杖责40，无人敢劝，但太子觉得没趣，只在人群里随意一扫，便冲着我开口：华阳觉得如何？那日三春盛景，我只看了跪在地上的崔琰一眼，哥哥的决定自是对的，但华阳觉得40有些多了，不如折半如何？若伤了性命，父皇也是要责怪的。到底是华阳心软，那就如此吧。是了，人人都道我菩萨心肠，可上位者的仁慈不过是少打几板子罢了。太子这20板子，成功打出了崔琰身后的清河崔氏。之后，太子上门道歉，从那日起崔琰不再进宫。我在此见到他时，是在长公主的宴席上，我跑到后院躲酒，看到了桃花树下假寐的少年。我以为他是醉倒在了树下，想将人唤醒，却不料被他拉住手臂，跌进了他怀中。四目相对的一瞬，我便沦陷在那片眸中。少女怀春，不过如是，但我与他注定没有结果。自那日起，我便总可以偶遇崔琰。没过几日，父皇为二姐选婿，二姐指名道姓只要崔琰，但受尽宠爱的二姐未能如愿，崔氏家族不愿意娶弟女。二姐成婚那日，我再次见到了崔琰，她一身狐裘，站在雪中。偃月上公主，但唯喜华阳殿下。红梅映衬着我心仪的少年，那是人间最好的景色了。没过几年，父皇想起了待嫁的我，问我可有心仪的儿郎。我想起红梅下的身影，盈盈下拜，而陈淡凭父皇做主。父皇很满意我的答案，我自小便知道如何做出最有利于我的决定。我不会用我没有多少的宠信和地位去赌一个大概率要不上的驸马。
我的赐婚圣旨降下后没几天，我又见到了崔琰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混进了皇宫，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出现在我的殿中。他将我抵在墙上，眼中尽是偏执。我以为殿下也是心悦我的，那为何又要答允这门亲事？我自然是心悦他的，但心悦与我的名声地位、身家性命相比，又有几分要紧呢？那日我才发现，我喜欢上的居然是如此病态的一个人。记忆里的身影与眼前的人渐渐重合，崔琰也侧身看向我。殿下可知，我与殿下所求定然截然不同。我没有开口反驳，店里的人都被崔琰撵了出去，我只能自己拉起繁重的襦裙，艰难起身。崔琰先我一步起身扶我，我没有躲，就着他的手站了起来。但我站定以后，他却没有放手，殿下就那般在意里驸马。话说回来，殿下的驸马真是命大呀。我看了看眼前的翩翩公子，他已不是当初的少年，但眼中的偏执分毫未减。崔琰，我死了驸马，清河崔氏可就能上公主了。崔琰面色坦然，清河崔氏不愿，但崔琰愿意。我笑了笑，那你觉得以我今时今日的地位求你为婿，父皇可会应允？没等他开口，我就继续说道，不会，父皇不会为了我得罪世家。崔琰面带喜色，所以殿下还是心悦我的，只是不能嫁给我，是不是？我有些无奈地想挣开他的手，崔琰，你我本是一样的人，我不会为了你去求父皇，你也不会为了我脱离崔氏，所以何必执着呢？崔琰的手却握得更紧，甚至将我拉进了怀中。殿下没有驸马，我亦不娶妻，你我就如此在一起不好吗？我忍不住嗤笑一声，不好吗？挺好的，过不了几天我就得被御史弹劾，私德不修。崔琰没在乎我戏谑的神情，再次开口，我娶不到殿下，也绝不会让旁人与殿下白首偕老。我眸色冷了冷，挣开崔琰的手，崔公子收手吧，我会与驸马安生度日，不会碍了你的眼。我走到店门口，崔琰的声音在我背后掷地有声，眼向来执着，但愿殿下能护住那个废物，眼必定不死不休。不死不休，李孝廉不死，崔琰不罢休。唉，这尾白鱼当真难养。一连几月，李孝廉都没有出府，一应邀他的帖子都被我拒了。我在书房练字，但见流水似的东西往后院搬，还是没忍住问了问红珠，驸马忙什么呢？回殿下，驸马说他要做什么？肥皂。我手中动作一顿，墨迹落下，晕染了上好的宣纸，字毁了。我抬手放下笔，你将我梳妆台上右边第二个匣子给驸马送过去，让他别折腾了。是。没过多久，李孝廉就来了。侍从刚一退出去，他就端着匣子凑到我面前，公主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个是谁做的？我眼神暗了暗，是谁做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已经死了。李孝廉呆愣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看着眼前人，似乎散发着源源不断的生气，终是不忍。驸马，你若不想死，就安生些吧。李孝廉坐在我旁边，叹了口气，公主一直帮我，是否也和这个人有关？我的思绪飘远，有些烦躁，也许吧。李孝廉失魂落魄地走了，之后他再也不研究稀奇古怪的东西了，似乎很认真地学做我的驸马。礼仪越发周全，公主府的人也渐渐忘了驸马曾害过疯病。如此便好，屈从于这个时代的规则，我或许还能保住他。不过四下无人时，他对着我又总有几分跳脱。公主，我前几天听那些小厮说闲话，说你那几个姐妹都不是好相与的，不是养面首，就是喜欢什么和尚、道士，剩下的脾气极差，似乎只有你一个正常些。说起来，咱俩也算这个时代里为数不多的一夫一妻家庭了。我瞥了他一眼，驸马前些日子还想纳妾来着。他不好意思地笑笑，那一阵子我刚来，就想看看电视剧里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我跟那丫头没什么，故意闹你罢了。我转头看了看四周，侍从都在3丈开外，略略放下了心。你不该对我如此放心，在这里，你一个人也不该相信。李孝廉不以为意，嗨，公主，你怎么总是吓唬我呢？你明明是个好姑娘呀，你从不胡乱杀人，明知道我不对劲还帮我隐瞒。你不必在我面前装得这么凶，我心里都有数。李孝廉说着，从身后捧出一把鲜花，举在我眼前，
公主，送你的。在我们那，没有小姑娘不喜欢鲜花的，你也多笑笑吧。我看了看眼前娇艳欲滴的花，不知道她是如何藏在身后的，但我没有接。驸马既然摘了我的名种，就劳烦亲自种出来还我吧。说完我起身就走，身后传来李笑莲生无可恋的声音：哎，我不是吧？我脚步未停，却不由自主地勾起了唇角。公主府的生活一如既往的安定，但临近年关却出了件大事。殿下，皇后娘娘崩逝了，陛下叫几位公主驸马入宫扶丧。我在红珠的服侍下换上素白宫装，李笑莲闻讯赶来，眸光一如既往的清澈。我看着她，袖中的手攥紧又松开。红珠，送驸马去护国寺。红珠斟酌着开口：殿下，这……快去准备。就说驸马身体不适，不宜进宫，恐过了病气给父皇。红珠低头应是。李笑莲看着我，走上前来，伸手抚平我皱着的眉头。怎么苦大仇深的？我听你的就是了。我在护国寺好生待着，他们让我干嘛我就干嘛，我等你来接我。皇后薨逝，宫中肯定会有大变故，我自然心中不安。本宫再说一次。驸马安生些。殿下，这话你说了太多次了，我会听话的。李笑莲自动补齐我想说的话，我只能叹了口气，在红珠的催促声中踏上马车。我与一众兄弟姐妹在皇后灵前哭得凄惨，然变故突生，父皇突然回首给了太子一巴掌。你这逆子，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，都是你母后给你藏着掖着的，如今他走了，你当然该伤心了。父皇，儿臣没有呀。几个与太子亲厚的兄弟姐妹纷纷上前求情，却通通遭了斥责。父皇面色悲痛地细数一众儿女的罪行，我知道东宫要易主了。皇后一死，太子一党必回根除，父皇要为新君铺路了。上手的君妇疾言厉色，每说一句就有一人伏地跪倒，到最后人群之中，只余了2人能跪至身躯。来人呀，将这些不孝子统统给朕拖出去。我转头看见了我的九皇兄，他低手垂目，似乎早有预料，原来胜者已定。我突然出声，跪行至君父面前：父皇，今日是母后祭礼，就算父皇要发落几位兄姐，也请看在母后的面上，稍稍容后些吧。我哭得哀戚，一派纯笑。九皇兄过来扶住我，一同求情：父皇，华阳说的有理，请父皇从轻处罚吧。上手的君王欣慰地拍了拍我们的肩膀：朕膝下，唯有你们兄妹2人是好的。天界亲情如此凉薄，就为了这一句话，这些年我半步都不敢踏错。皇后祭礼刚过，父皇便下旨废了太子，余下的公主皇子，削爵的削爵，囚禁的囚禁，京都之中一片悲悯的氛围。皇后的3期祭礼上，九皇兄递给了我一方帕子，我伸手接过，道了声谢，擦了擦眼角的眼泪。人人都说华阳心性纯良，但为兄看来不然，华阳是有大智慧的人。我没言语，不自觉地攥紧手中的帕子。九皇兄继续说道：本王幼时见过惠妃娘娘，那般人物的独女，自然不该是池中之物。华阳放心，为兄如今兄弟姊妹不多了，会好好照拂你的。我压下心头翻涌的浪花，低头应声：多谢王兄。我在宫中月余，回到公主府时，李笑莲已经回来了。我去看她时，她正伏案写着什么，看我回来了，一脸惊喜。殿下回来了，瞧着瘦了许多，得好好补补。要不今晚我下厨，给你来个火锅怎么样？我没应声，只随手捡起她放在一旁的纸张，上边的字迹惨不忍睹：大河之水天上来。我艰难地辨认上边的话，手却不由自主地发抖。我又看到一旁压着的另一张书信，上边的字迹飘逸灵动，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字迹了。但看清的一瞬，我却瞬间遍体生寒，仿佛坠入冰窟。李笑莲察觉出我的异样，来到我面前：殿下怎么脸色惨白？可是病了。都滚出去！我甚少发脾气，侍从都急忙退下。我指着那张书信问李笑莲：这是哪来的？李笑莲却很高兴：我正想跟你说呢，我在护国寺遇到我老乡了。就那个崔琰，他居然是我老乡哎！他还说宫里的惠妃娘娘也是我们老乡。公主，他说他喜欢你，可我也喜欢你，我决定跟他公平竞争。
其实也不公平吧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我到底是近水楼台。他在骗你。我忍不住出声打断他的话。李孝廉看了我一眼，不以为意。公主，我是男人，他看你的眼神明明就是喜欢你。我努力保持语调镇定，我说的是，他说与你来自一个地方是在骗你。李孝廉愣愣地看着我，似乎没想到我说的是这个。崔琰，他居然发现了这件事。寒意顺着四肢百骸涌上心脉，我有些脱力地坐到椅子上。好半晌，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你知道他说的惠妃娘娘是谁吗？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解释，是我的母妃。但他在我6岁上就已尸骨无存。我看着眼前懵懂的人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情绪。你们明明受过那么多教育，知道那么多先进的东西，又为何还会相信世人纯良？我明明告诉过你，不要相信别人，你为何就是不听呢？他走过的路，为何你一定要再走一次？明明是那般惊艳的女子，居然会相信帝王所说的爱，何其好笑呀！天界无情，帝王又何曾有爱？帝王以爱之名，将她囚在深宫，与她生育子女，可不过是为了榨干她身上最后一点价值而已。他用了7年时间，才发现所谓的真爱不过是利用而已。他所知道的东西也并没有造福万民，不过是被上位者封存，当做一个个筹码罢了。他说他死后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让我好好活下去。活下去？他教了我那般思想，却让我在那吃人深宫活下去。我如何活得下去？不知何时，我已泪流满面。李孝廉蹲在我面前，伸手擦去我的眼泪。天界无情，但公主有情。世人未必纯良，但殿下纯良。我拨开他的手，视线依旧模糊不堪。纯良？你可知纯良之人在宫里长不大？他从未教过我如何在深宫里活着，是我一点一点，日复一日学会的。我知道如何做，如何说才会让众人满意。我知道如何做最有利于我的决定。李孝廉扯过一张帕子给我擦眼泪。殿下辛苦了，我知道了，是我不好，没听殿下的话。我终于看清了眼前人，他的眼神依旧单纯明亮，一如我记忆中的母妃。我按住他的手，摇了摇头，白玉暴露了就活不了了。我也护不住你了。李孝廉反握住我的手，我知道了，不要紧的，殿下已经很棒了。红珠的敲门声打断了我汹涌的情绪。殿下，崔公子来了，说奉命来找驸马。我艰难出声，奉谁的命？九殿下。我闭了闭眼，来得好快啊。知道了，让他去正堂等着。我低头看向李孝廉，他手中还握着我的帕子。我伸手擦干我脸上的泪珠，淡然开口，你走吧，收拾东西，有多远走多远。李孝廉没动，只定定看着我。殿下，这不是你的最优选择。是，我的最优选择是将李孝廉送给我即将荣登大位的九皇兄。但许是想起了母妃，又许是想起了后院那一捧花，我第一次不想那么选了。本宫是公主，你该听我的。李孝廉笑了笑，凑近了我几分，这可不行呀。殿下，我刚来这的时候，觉得我自己大有可为，所以开始疯狂试探你的底线。若是换了旁人，我或许早就再死一次了。是你教会我，这里远比我相信的要黑暗得多，也是你教会我如何在这里生活。李孝廉拉住我的手，语气温柔，殿下是此间最干净的东西了。殿下不知我们为何愿意相信别人，那是因为在我们那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性纯良，值得托付。不过你用不担心，我没有痴心错付，心如死灰，一心求死。既然此间尔虞我诈，那我学就是了。应试教育下的人才肯定不比他们差。他们想带我走，那我就跟他们走。放心，既然我还有用，那一时半会我就死不了。李孝廉拉起我，走吧，殿下，我跟你保证，你我还会再见的。门应声而开，天上群星璀璨，月下人影重重。李孝廉看着我认真说道，殿下，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叫李卫。我与李卫来到堂上，崔琰早已等候多时。李卫看着崔琰，竟没有生气，反而开口调笑。我说哥们，说好了公平竞争，你有点不讲武德了。崔琰坦然一笑，李兄怎不知，如此也是竞争的一环呢？来人，将人请出去吧。崔琰说完，
便有侍从直接擒拿住李卫。慢着，崔公子在本宫面前有些放肆了吧？我出声阻拦，院中的人没有再动。崔琰走到了我面前，伸手抚了抚我的脸颊，殿下哭过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只躲开他的手。李卫在一旁不满地喊道：姓崔的，男女大防你懂不懂？你把手放下。崔琰放下手，递给我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吾妹华阳亲启。我接过来却没有打开，因为我知道信中写了些什么。崔琰看着我的表情很满意，摆了摆手将李卫拖了出去。我没有再拦。李卫面上丝毫不慌，反而冲我摆了摆手，笑得很开心。殿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直到李卫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崔琰才在我身后开口：殿下，这世间我与殿下才是最为相配之人。眼知晓殿下心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，绝不会因为一个区区驸马动摇。殿下，从今日起，你我可以好好在一起了。崔琰的声音带有蛊惑，我闻声转头，正撞进他那寒潭一般的眸中。崔琰，你可知我为何喜欢你？崔琰伸手圈住我，殿下终于承认喜欢我了，我就知道你我是两情相悦。我笑了笑，自顾自往下说，因为你是这世间最像我的人。你我都知道心中最重要的是什么。崔琰面上没有半分生气，反而勾起了嘴角。殿下说的对，你我本就天生一对。我勾起了嘴角，但眼中尽是嘲弄。崔琰，今日我突然发现我与你是不同的。我曾见过纯粹的白，所以厌恶这世间的黑暗，却必须沉沦其中。而你原本就在黑暗之中，你只是艳羡我身上溢出的点点白芒。所以，崔琰，你我二人注定要为了心中所想，相互折磨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崔琰看着我的眼睛，收起了笑容。或许公主说得很对，但哪有如何？哪怕不能娶到殿下，我也绝不许殿下嫁于旁人。相互折磨，不得善终又如何？我就是要与殿下在此间共沉沦。我看着眼前之人略带疯魔的眼神，平静地与之对峙。崔琰，我还会再有一个驸马的。崔琰扶住我的后颈，将我按入他的怀中，语气淡漠：无妨，那便再杀一个就是了。殿下知道的，琰一定会让殿下想护也护不住。我靠在他怀里闭了闭眼，都是疯子。也对，此间人哪有几个正常的？冬去秋来，寒来暑往，转眼已是5年。5年前，我的驸马因病去世，同年九皇兄的府中多了一个叫李卫的幕僚。人人都道这个幕僚只见我一眼便情根深重，而我却独爱故去的驸马，因此在护国寺常伴青灯古佛。初春时节，我在京郊的凉亭喝茶，一捧鲜花又出现在我眼前。殿下，山花烂漫时，你我相见。我看着眼前熟悉的眉眼，李卫的笑容依旧，但眼中再也不复当年的纯澈了。想来他为了活下来，费了不少功夫。我依旧没有接那捧花，淡淡开口：李大人客气了。李卫在我身旁坐下，我以为殿下看到我会高兴呢，毕竟白鱼活了下来。我给他倒了一杯茶，我也以为我会开心呢，可不过白鱼越来越红了。李卫闻言思绪有些飘散，眼神逐渐飘向远处。殿下，我快想不起来我原本的样子了，原来这里真的会吃人呀。李卫又转头看我，殿下会失望吗？我端起茶盏，茶香袅袅盖住我眼中的神色。失望？不会，挣扎着活和绝望着死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李卫笑了笑，殿下一如当年的通透。他不知从何处变出了一个水瓮，里边悠着一尾红白相间的鱼儿。这是送给殿下的。我看着那尾鱼儿没再说话，原本清空万里的天空却突然响起了滚滚雷声。快变天了，殿下可想再找一个驸马？3月后父皇驾崩，九皇兄登基称帝，我从华阳公主变成了华阳长公主，而我的那些兄弟姊妹早已死的死，疯的疯。京中人人称颂我与圣上兄妹情深，只有我知道，我不过是换了个人讨生活罢了。临近年关，皇兄邀我入宫赏雪，我安静地站在明皇身影之后。华阳今年不过25岁，大好年华，怎可如此寡居？这京中好儿郎众多，华阳可有心仪之人？我想起昨夜出现在我房中的崔琰，长公主殿下，您的下一个驸马也一定会死的。
李卫他妄图抗衡世家，终究会被世家拉下地狱。我不会伤害殿下，也不会强迫殿下，你我今生就这般厮守可好？我又想起那日捧着山花的李卫，殿下，我还做你的驸马可好？好吗？都好，也都不好。我答应了母妃，我会好好活着。我乖巧地跪在新君面前，一如当年跪在父皇面前。华阳，但凭陛下做主。我从来都不能自己选，不论是过去、现在，亦是将来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